想，千万双期待的目光凝聚在舞台中央，看寻角在飞扬，日与夜酝酿的梦想，就在这一刻终于点燃。多少次跌跌撞撞，终究没有退让，从未摇晃我进的方向。所有的星光为我闪亮，我创造属于我的辉煌。多少次泪在眼眶，我用微笑抵挡，告诉自己总会有答案。所有的掌声给我力量，梦想的彩虹就在前方。我用心捂住每一个希望。妞妞，妞妞，不要乱来，把剪刀放下。妞妞，妞妞，你听我说，不听啊！你冷静一点，妞妞，妞妞，妞妞。没事啊，休息一下吧。要讲我就要跟你讲清楚，我不想由第二个人来讲，让你认为我做错了什么。当时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了，就算 Mr. Robinson， 他答应换日子再重选，我再也没机会成为一个出色的舞者。而在丁一山这个男人的心中，我的地位也不如小艾，所以这个男人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。那天我从裁缝店出来后，我就一直跑，一直跑，想永远离开这个男人。妞妞，你听我解释啊！我不听你解释啊！妞妞，我不听你解释。你听我说，哎，你小心点啊！会开车会撞死人的。你把车停下来跟我说。可能是你误会了。我没误会。那件衣服应该是做给你的，是于师傅搞错了。哎，小心点！哎哎，你别吃药！我来管你！危险！我很痛。谢谢，有没没事有搞错啊你？对不起，意外。你看我撞到。小医生，对不起啊。没事吧？要去哪里？别管我！喂，妞妞，妞妞，你听我说，事实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的。你们两个眉来眼去、摸手摸脚的，这个不是我想象出来的。妞妞，你听我说，这是误会啊。在裁缝店，
你们两个在部里滚来滚去，互相调情，这个不是误会吧？其实那天我还有很多很多都是我亲眼看到的，不是误会啊！妞妞，你听我说呀，我什么都不听。事情不是这样的，就拿那块布来说，小艾知道我把布送给你的时候，他也缠着我要，我也告诉你实话了。那天，小艾将要把布送过去于师傅那边，你知道吗？于师傅不在的时候，他就把布盖在我头上跟我玩，不是我主动的。后来我看到你丢在地上的布，我就赶着去跟你解释。我也说实话了，本来我叫于师傅先做你的，可是小艾知道之后，就偷偷叫于师傅先做他的。我看到衣服已经做好了，昨天就送过去了。妞妞，我说的是真心话，你要怎么样才肯相信我呢？可能你太敏感了，我只是把小艾当成是妹妹，哥哥和妹妹玩，你也吃醋。你才是情人，情人玩的是不同的。妞妞，我是真的喜欢你的，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。这是你自己说的。妞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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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干什么？你在哪里啊？妞妞，妞妞，妞妞，别再玩了，妞妞。我就是要看清楚，你是不是什么事都可以为我做。你说你爱我是吗？是的。那我们去结婚。哎，您跟我结婚都这么可怕吗？不是的。有一件事我肯定的是，你是一箭双雕。没有啊。没有？你不用装了。我问你，你爱的是谁？说呀！你说呀！你说呀！说呀！说呀！你爱的是谁呀？小艾。我听不到。小艾。我说错了，我可能爱的是你，是你。你还骗我？你爱的是小爱呀？你认为这么短时间就可以得到他吗？他要加入奥科多，去世界各地去演出，一去10年呢。10年？你可以等吗？不过，我有一个方法，可以让你得到他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只有一个要求。把我们今天所讲的话带到你的坟墓里。你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终于能理解你的心情了。丁阿姨抢走了你的男朋友，大叔又偏爱她。米少，你真的什么也没有了。
所以那个晚上，我跟医生定了一个魔鬼协议。这个协议的内容，除了医生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。还有一个人，谁？大叔，陈生大叔。他心脏病突发进了医院，在他病发时说出来的，丁阿姨也知道了。他进医院了？没可能，我从来没有把协议的内容讲给大叔听，他不可能知道的，不可能知道的。医生，这个魔鬼协议你一定得告诉我，因为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怀疑你，但我不可以，因为我是你的女儿，唯一的亲人。你快告诉我吧。你真的想知道吗？好。大叔，娘娘，你们看，很多鱼啊。我要祭拜你！Morning。Morning。Morning， 吃早餐啊？我不吃了，等一下还有事要做。我送你，我刚好约了沈教授。来，我先走。我想到医院去，麻烦你送我。OK。这不是悠悠的妈妈？这么早？我就在这里下车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大叔，Dr. So， 大叔怎么样了？啊，放心吧，他目前的病情已经稳定下来了。等一下，我把他转入普通病房。谢谢你。注意一下清淡一点的食物，那么最重要是不要受到刺激。那他几时可以出院？看他的情况吧，放心，不会住太久。大叔，换导师？没错，我要换导师，有你指导我。为什么 ？Michelle 不是教得好好的？总之，我不要他教我。
悠悠，这样是不行的。现在距离比赛只有3个星期了，在这个关键时刻换导师，我认为这不是明智之举。我本来就是你负责指导的，后来莫名其妙换成他。这是学校的决定，怎么能说是莫名其妙呢？这种事情可不能像小孩子玩泥沙，说换就换。有他教我，我会练不好，你一定要帮我换掉。悠悠，来，坐下坐下，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好好谈谈嘛。事情很简单，就是换导师。这个我办不到。虽然争夺冠军是你的荣耀，但是也是学校的荣耀，你不能因为这样就指定老师。我认为你这个不切合实际。说来说去，你就是不肯帮我，对吗？你现在还花那么多精神去想其他的事情，为什么不集中精力好好跳舞？对不起，我不能帮你。哎，悠悠，你还没有告诉我说为什么要换导师啊？我担心告诉你，你会打冷战。我会打冷战？算了，当我没说。等我拿到冠军，我会亲口告诉你。就跟你说他不会答应的，你又不相信。你看，被碰得满鼻子灰了吧？再说风凉话，我就让你变成一堆骨灰。啊？变成骨灰？我跟你讲，就算你能够把我烧成灰烬的话，我也就认了。那你就喷火吧，轰，轰！冷笑话，你根本就不了解我的感受。导师都换不成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换不成导师，我就换脸。啊？换脸？换我自己的脸，给那个阴险女人脸色看。可是这样子，你以后练习不是会变得很辛苦？其实啊，我的感觉是……我不想听你的感觉。好吧，那你听听我的看法。其实我觉得啊，我们现在听到的都是大叔跟你妈说的那部分。我们是不是应该也给米歇尔一个机会，让他把话说清楚？也许 Stop！ 悠悠，你这个国际间谍！我是韦爱雪的女儿，我当然相信我妈说的话。你自己想一想，我妈和大叔说的话有没有矛盾？没有，对吗？那证明什么？证明陈瑞雪这个女人陷害我妈，剥夺了我妈的机会。干嘛那么生气啊？我也只是想帮你忙啊。想帮我就好好跟我练舞，帮我在空中停留9秒钟。啊，9秒钟？你以为我有特异功能啊？我知道你没有特异功能，所以你一定要锻炼出最好的体力，帮我夺得冠军，不然怎么样？我也对你换脸。啊？哈什么？还不练舞？哎，这么迟啊？睡不着哦。昨晚我妈咪打电话来，要去澳洲，3年后才回来。3年看不到我妈妈，你说我的心情会怎么样？哎呦，你真可怜啊！所以昨晚我在想，我不可能3年没有妈妈的吗？哎，你觉得悠悠的妈妈像不像我妈妈？哎，我也没见过你妈妈。对哦。哎呀，总之我觉得像就像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认悠悠的妈妈做我的干妈。她要认你做干儿子？哎呀，我认她做干妈就对了。有干妈，心情好多了。喂，你的头发为什么梳成这样？嘿嘿嘿，帅不帅？你学我啊？哎，special 啊？哎，special 吗 ？special。啊 ，special 就好了。啊，等一下我要去追悠悠。以前干妈要我们帮杰尼跟悠悠一起跳舞，现在不需要了吧？现在的问题不是要帮，而是我真的要追求悠悠。不会吧？哎，你看我是认真的。昨天晚上听了你干妈的遭遇之后，我看见悠悠又落寞又悲伤的眼神，我觉得我应该保护她。我要做悠悠的保护者。保护者的英文怎么讲啊 ？Protector。我要做 potato。做 potato 好笑吗 ？Potato 是马铃薯，保护者是 protector。
你要做悠悠的马铃薯。好，总之，我要保护悠悠小小的心灵。好，那我要做干妈的 protector。你保护你的干妈，我保护悠悠，一家人呢开开心心。好。怎么保护他们啊？怎么保护我就不知道了。现在我要去跟悠悠跳舞。那今天怎么办？我才不管他，你还是想一想要怎样保护你的干妈吧。好，我要替干妈出一口气，一定要整死那个毒女人 Michelle。怎么对付她？我读过一本书，是说抢财产的故事。有人知道书里的坏人要耍阴谋抢财产后，就当众讲出来，让大家歧视那个坏人。你的意思是？等一下跳舞的时候，我把Michelle害干妈的事全部讲出来。好，只要可以整死这个女人，就是说讲话也没问题。对哦。到那时候我可以无中生有，颠倒黑白，什么都讲得出。只要弄到女人Michelle难过，名义扫地，我什么卑鄙的手段都做得出来。Bad potato。Bad potato。Bad potato。痛啊！没事吧？没事，继续吧。喂，这样迟早会出事的。你到底有没有心拿冠军的？如果你的舞伴受伤的话，谁陪你跳？我了。悠悠，我不怕辛苦的，你要我怎么做都可以。我想我一定能配合你的。喂，我们要练习了，不相干人走开好不好？有不相干的人吗？你才不相干呢！因为我是悠悠的男朋友啊。喂，他是我跳舞的舞伴。喂，我说过你不可以跟他有亲密的接触啊。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你女朋友了？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喜欢你啊！喂，我早就说过我喜欢悠悠的。悠悠怎么会喜欢你这样的男人呢？一点力气都没有。我是不想在比赛前受伤。你呀，你只会关心你自己，证明你对悠悠不是真心的哦。喂，干嘛推我啊？我警告你，你跳舞就好了，你休想趁机追悠悠啊！喂，放手啊！你放不放？我不放。我是说，你放不放去追悠悠？猪脑！我就喜欢悠悠啊！喂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你再不放手，我来了！放手！肥波，你没事吧？哈，要我这样做啊？不怕死啊！讲话这么大声，等下他知道的话，他一定会来对付你的。可是这样对付他好吗？有什么不好？像他这种人，我们不用给他面子的，说对不对？没想到她是这样毒的女人。对呀，害悠悠的妈妈做不成世界上最出色的舞女。舞女？舞者。熟？要不要跟我合作？怎么合作？等一下我说一句，你就应一句。不可以应2句吗？你应3句都没问题。怎么样？你答应了？喂，好痛啊！你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？这么多 heart 的。我要做爱的勇士。什么勇士啊？你别理这么多了。你别以为我会给你机会啊！你别妄想了。走开，走开。悠悠，今天有没有空啊？走开。没关系，
今天没空，那明天，不要紧，改天吧。对不起啊，小倩，我们过去练舞了。悠悠，六九，我们不是很熟。我想有些事情你还不清楚。你是我的竞争对手，明白吗？悠悠，有什么事，下课再说吧。来，上课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大家静一静。还有3个星期就要比赛了，我不希望因为私人恩怨而影响你们的表现。还有，你们要加强体力方面的锻炼，没有好的体力就没有好的成绩。啊，是不是要跑楼梯啊？不是。向南，你做什么？这样跳下去，肯定见不到我妈咪的。起来。你有什么资格叫我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这个意思咯。你不要捣乱啊！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大家的。什么秘密？说来听听。我不想有一个没有资格做老师的人做我们的老师。你说谁呀？就是他。你不要乱讲话。向南是不会骗人的。对啊，说的也是，是不是？我是怎么样的人？诚实的人哦。那你现在要跟我们讲什么真话？有一个有名的女人，为了加入奥克多舞团，就陷害自己的好朋友、好姐妹。哇，这个女人真是毒啊！对啊，毒哦。那她最后有没有被录取？有，还成为了世界上最出色的舞蹈家。还跟他学生说，比赛要公正、公平竞争，简直是放屁呀！对呀，怎么会这个样子？哎，来，在这里是谁最喜欢说比赛要公正、公平竞争的？对，就是他。他陷害了悠悠的妈妈，也是我的干妈，才被奥克多选中，成为了世界上最出色的舞者。真卑鄙啊！这个女人就是说讲话也没问题，怎么会有的声音？我可以无中生有，颠倒黑白，什么都讲得出。想不到，可笑，难过。我想现在真相大白了吧？哇，你们好卑鄙呀！你卑鄙啊！你们两个这样分呢？是不是很卑鄙耶？你们两个跟我来，其他同学继续练习。蕾蕾，谢谢你啊。悠悠，算了啦。爱总是难免悲伤，难得我们能遇上。Love all you can， 不管它未来，时间太紧张，爱上了会不会有？唱得不错，如果比赛能唱到这样啊，就很不错了。他的音色很像他们。交给谁才能够完？哎，你怎么了？悠悠为什么不唱？怎么停了？是不是麦有问题啊？不要这样啊，场面很难看哎。我先去拿小倩的麦来算。悠悠，你还可以继续唱吗？
们就再来一次啊。等一下。Hello， 找不到 -1， 就在那个柜子里面吗 ？OK， 好，我现在来。好。等一下，唱到这边的时候，上场会快一点，好不好？集中精神，我们再一次。需要唱完了。姓陈女人仔，你叫我怎么唱？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个女人，她陷害我妈。姓陈女人仔，你叫我怎么唱？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个女人，她陷害我妈。你知道这些年来我们的日子是怎么过吗？你当然说我轻松，日子是我们过，痛苦是我们承担。她呢，自由自在，随心所欲，做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而我们一切的痛苦，一切的苦难，都是她一手造成的。你在说什么？事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。悠悠，你听我说，你自己听吧。大叔只说了事情的一半，米歇尔已经把事情的另一半告诉我了。我不想听，而且我也不会相信你们说的话。悠悠，你就听小仙说几句嘛。这不关你的事，我知道事实是什么。他一定说他是圣人，没陷害我吗？不是吗？你可以听我说米歇尔的那部分吗？悠悠，你就让小仙把话说完嘛。好，说。我不想说那天晚上大叔所说的话是对的还是不对的，但是，悠悠，我不相信你从来没有怀疑过。我现在想说的是，有没有人问过丁一山，也就是你爸爸，他有没有爱过米歇尔？又有没有人问过，是不是丁阿姨横刀夺爱呢？你胡说！悠悠，你听小仙把话说完。悠悠，你先听他把话说完。看样子你是真的不知道，你爸爸一开始喜欢的人是米歇尔，而不是丁阿姨。怎么没人问过？根本就是丁阿姨横刀夺爱。比如说，丁阿姨怎么和你爸爸眉来眼去，怎么帮你爸爸擦擦嘴呀，两个人之间搂搂抱抱，这些细节我就都不说了。原本跟你爸爸结婚的那个人应该是米歇尔，而不是丁阿姨。是丁阿姨的出现让他转移了目标，更准确些说，是你爸爸一只脚踏两条船。你说这些干什么？现在都已经死无对证了。那我就说些你最想知道的。我想，你最想知道的就是大叔那天所说的魔鬼协议。我可以详细的讲给你听。米歇尔说，在当年的7月初6早上，你爸爸追她追到剧院里去。你爸爸说，他喜欢的人是米歇尔，而不是丁阿姨。可是，在米歇尔的一一拆穿之下，魔鬼协议在当天下午产生了。明天是7月初7，七姐诞。每一年的七姐诞，大叔都会放我们1天假，让我们出去玩。你要我明天跟你们一起出去玩？我最了解他的性格，吃软不吃硬。那我该怎么做呢？我们已经约好明天去游泳，到时候你应该知道怎么样去表演巧遇吧。然后我
我就会跟你假装亲热，也希望你跟我假装亲热一点。还有，你可以带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吃玩。最重要的是，让他不要认为你对他还有什么企图。所以，我们越是亲热，他就没有戒心了。这样就行了吗？只要他没有烦我们的心，再加上他爱吃爱玩，我们一定会成功。还有，你带他去一些有名的地方去吃饭，到时候我就找机会走开。你也要找机会跟他说我爱你。那如果他当场翻脸呢？所以这一局我们要安排得非常好，而且你也要讲一些感动他的话。这方法太复杂了吧？那你做不做？说不定还没有感动他，他已经加入奥克多，到世界巡回演出了。所以，我们是不是应该简单一点？怎么样简单？男孩子追女孩子的过程可以很长，也是可以很短，但是恐怕你们没有时间了。后天就要决定人选。不管要做什么事情，我自己会负责任，跟你无关。我可以当着你面前打电话给小艾。如果他再拒绝我的话，你就别插手阻止我了。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喂，麻烦你叫小艾听电话。什么事啊？小艾，我喜欢你，我爱你。我不喜欢你的，你清楚了吗？不要，真的不要。是的，不要，都说不要了。难道你一个机会也不给我？是，真的不行。既然你不喜欢我，那我希望我跟你的事别让妞妞知道。我是全心全意的对待妞妞，跟妞妞在一起。只要你不后悔，那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部分，没有说假话。喂，你要去哪？这个计划我还有下步要做，我回去要跟大叔吃饭。大叔吃饭啦！哎呦，有宵夜，还有酒啊！哎，谢谢，好。大叔啊，哎，每一个人一生到底有多少个机会能够达到舞者的巅峰啊？那要是幸运的话，可能有一次；要是不幸运的话呢，那就连一次机会都没有。那作为一个舞者，是不是应该向最高的目标进发呢？当然。所以到了出发那天，你跟小艾就像平时那样表演，你们两个应该有机会的。哎，不要跟我说要把机会让给小艾，这是话大叔不爱听。不是你跟一山谈恋爱吗？为什么变成小艾呢？小艾如果单独跟一山出去，怕你不肯，所以每一次都拉着我陪他。大家还以为你跟的是一山呢。我当他是哥哥。如果他真的喜欢一山的话，那你就成全他们，不要阻止他们吧。是不是小艾叫你来跟我说的？哎，大叔不要喝这么多了。你们道我陈胜是什么人？
啊，人肉贩子。哼！现在小爱喜欢医生，他为什么不来亲口跟我说？他们是怕我把你们留着当摇钱树。我可以跟你说，不管是你也好，小爱也好，只要跑到我跟前，替我扣3个响头，那我就一声不吭的让你们走，那就可以了吧？米歇尔说，那晚大叔把酒都喝完了，但菜都没有吃。大叔那晚看着米歇尔跟丁阿姨跳舞，我想他那晚醉了，但醉的不是他的身体，而是他的心。晚上回酒店就蒙头大睡。第二天早上，米歇尔和丁阿姨出去，大叔还没有起床。那天是7月初7，他们跟你爸爸玩得很开心。那晚你爸爸还安排在日本餐厅吃饭。丁阿姨吃得很开心。后来米歇尔借故走开，你爸爸就趁丁阿姨不注意的时候，在酒里放了迷药。米歇尔本来想进去阻止丁阿姨喝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小爱，没事吧？小爱，你知道吗？接下来是丁阿姨自己做了对不起米歇尔的事。她那晚跟丁一山发生了关系，然后就回到酒店向大叔辞行。米歇尔送她出去时，丁阿姨将她跟米歇尔之间的信物交还给米歇尔。不信的话，你可以去问问丁阿姨，信物在谁手上。可是米歇尔还念在金兰姐妹份上，在你妈结婚时，他还亲自送红包到酒楼去。接下来，米歇尔成为了奥科多舞团的一员。再不久，他更成为了首席舞蹈员。在这10年里，他孤身一人全球表演，赢得了万千观众的掌声。接下来的20年，他把自己的舞蹈艺术传授给世界各地喜爱舞蹈的爱好者。他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。可是除此之外，他又得到了什么呢？他得到的是无边无际的寂寞。而你妈呢？她因为放弃了舞蹈艺术，她得到了你凭什么说我妈？找到了归宿，还有一个女儿是你。绝对相信我妈。2个人相比之下，这样做，失去的最多。我妈更不会这样做。真正的受害者。你说我妈？你说鬼话！哎，悠悠，我告诉你，她当时说她自己是受害者，她可以撒谎，我才不会相信她。悠悠，说明他说的是真的啊！你到底是帮谁啊？你走开啊！我是不会相信你这个阴险女人的，永远不会。灯光依然闪烁，目光没有着落。我明白爱情是种危险。
只是不想说。闯入你的视线，有天我们一起看见，终于明白爱情的世界，什么是永远。张开你期待的双手，闭上眼，你所想的就会出现。爱情在转弯的瞬间遇见，我们就不再改变。